这个小家伙很有意思。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不知道是第几时间了，为大家带来华硕增凤10这款机器。大众用户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在机友圈被誉为年中的真小屏旗舰。我们是费了好大劲才买到它的这可能是你能搜到的最全的关于增凤10的测评了。兄弟们记得点波赞。机器呢，我们是从模板上找的代购是5299。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下它欧版的价格呢，核算下来6700块钱左右这个人民币，我们是便宜了差不多1500。当然，我知道这种机器它的价格浮动是比较大的。当你看到视频的时候，可能它已经跌破5了4000多块钱了。盒子方面非常非常小巧感觉很萌这个盒子。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 mini。看完这个盒再看小米13，你就感觉小米13好像挺大的哇，这机器好迷你一个手感觉全部都给它握住了。30瓦的有线充电头看惯了67瓦、120瓦，觉得这个像上个时代的产物。双 C 的数据线，我们这台是彗星白色，然后它这个盒子也是那种浅灰色的设计，这颜色让我想起了之前开索尼耳机非常像，是一个黑色的，并不是一个同色的保护壳，硬质塑料的，质感不错，但是有一些厚度。这个看着质感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一握持在手里，感觉这个塑料的背板确实有一点点掉价，尤其是它这个背板和内部应该是有一个相对来说大一些的空隙，所以敲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那种空空的感觉。但是整体的 ID， 尤其是它的中框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它也采用的是一个纯直角边的设计，这个和小米13的就比较相似了。而且它这个中框呢做了淡淡的那种喷砂工艺的处理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我们点亮屏幕，确实有点像上一代的那种手机的感觉，因为它这个下巴确实有点宽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完全像是两个时代的机器。而且它是3边不等宽，就是顶部是一个尺寸，两侧相同，然后做的比较窄一些，然后下巴就明显更宽一些。它正面是一个直屏，但是上面这个玻璃的盖板做了微微的 2.5D。机器看纸面的话，它是9.4毫米，但因为它比较小，再加上它后背板四周呢都做了一个向上收弧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握持或者说视觉上并没有感觉那么的厚而且它还比较轻172克的重量，5.92寸镜头凸起的部分，这个主镜凸起的是比较多，它采用的是 IMX766。影像部分后面我们会测到，别的咱们先不测，就说 ID 方面你给几分？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感受上面确实挺不一样的，但是边框还有就是塑料的背板确实会减分一些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细节部分做的是非常漂亮的。就比如说它底部卡槽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和左侧边这个 R 角弧度相重合在一起了，但是这个过渡无论是看着还是摸起来做的都是相当精致的。正面这块屏幕呢是来自三星的一块 1080P 的144赫兹的屏幕，但是它的选项里边系统默认只有120，要开启144的话呢，需要在它的游戏精灵里面，而且这台机器呢也是支持 DC 调光的，不过你开的话呢就变成了60赫兹。在视觉的感受上呢，其实还挺精细的，主要因为它这屏幕比较小只有5.92而且我感觉它好像是加快了一点点系统默认的那个动画就比如说我们打开这个抽屉的时候，你就感觉反应特别迅速，啪一下就弹上来了。它采用的是一个侧面指纹识别，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靠下因为它机身比较小在长边的话，它基本放在了中间的这个位置是和电源键结合在一起的它默认的情况下呢是需要点按一下，然后自动完成解锁的给你一个按键的这种确定感当然你也可以设置成直接触摸，就是接触到的时候直接进行解锁都可以。息屏显示，然后它息屏显示会高亮一下，然后再进入到桌面，而且这个它闪了一下才会进去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小 bug。确实很久没有接触到这么小的手机了，你把小米13放在它面前，你都感觉它好像是不是 Plus 是不是大哥mini 的话可以看一下 mini 确实是太小了。它之所以被基友们称为真小屏旗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性能方面没做任何阉割，8x4的这套组合，然后4300毫安时的电池比这个小米13呢确实要小了一些，因为它尺寸也更小嘛，基本接近原生的系统数据库测一测会怎么样呢？走起。
纸面娱乐兔153万啊！相比之下，三星虽然用了超频版的8.2，但是跑分却低了不少啊，145万。K 版直流单核2030，多核5502。GPU Cybermark Wildlife 20轮压力测试啊，这个华硕的峰值性能呢来到了14110，稳定性上86.3%啊，是不及小米13的，但是相比于三星来说还是好不少的。落地实测，它并没有适配王者高刷啊，最高只有60加极致啊，没办法，这855都能稳住。对于8.2来说，这个标准小菜一碟了。直接看一下原神3.5的实测，刚进行到8分钟的时候啊，就锁了50帧啊，整体游戏下来呢，平帧率是51.5，波动20.2，锁帧再加上1080p 的屏幕，这功耗自然就不会高了啊，只有4.6瓦。但是因为小体积的限制，再加上散热配置也不高啊，最高温度呢也干到了47.5摄氏度。数据库3.5的星铁模型前4分钟啊能够稳定在60帧啊，之后帧率在30到60之间波动，半小时平均帧率是47.4，和小米13差不多，但是啊帧率曲线和小米 vivo 那种逐渐降低是有所不同的啊。华硕呢是来回跳啊，这个游戏的体验并不是很好啊。当然它的功耗也不高啊，只有5.5瓦，但还是碍于拉胯的散热啊，机身最高温度已经突破50了，50.3，握持体验很糟糕啊。不过大型游戏不行呢，我们是有预期的，一是游戏优化本身，二是体积限制，这确实堆不了太多散热啊，还有就是续航方面的考量啊。我们专门看了一下 CPU 的频率啊，华硕因为太热，这超大核和大核很快就锁到了1.2 吉赫兹，小核是全程1到1.2 吉赫兹之间波动，这个调度可以说相当怂了。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63%啊，数据库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24%，极限续航测试直到把它干到关机，它总共坚持了6小时15分钟，这时间上面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毕竟王者只有60吧，加上较怂的释放策略啊，这个成绩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充电方面啊就很大厂风范，30瓦有线啊，分钟就充入了9%，半小时充入48%，1个小时充入86%，前台充满1小时20分钟，完全充满1小时42分钟。大家把畅这个字打在公屏上，很长时间没有碰到这么久的机器了。最后数据库考验综合调教的20款应用2轮打开，依旧很大厂啊，这个增峰时用时253秒，你没有听错啊。第2轮呢还杀掉了16个后台，在数据库中肯定是垫底的存在了啊，它全程呢没有什么动画加快和预加载啊，但是应用在打开第10个的时候就出现了明显的卡顿，而且它还出现了系统未响应的情况。哇，这个画面我们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了啊！这块小屏幕我们也实测了，数据库标准环境下，手动最高亮度呢是460尼特，全局激发亮度800尼特，和其他厂商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网络支持情况方面，我们测试了3大应用商的各种组合啊，无论你怎么搭配，都是可以支持双5G的啊，这点可以放心。而且支持通话录音啊，这个功能还挺实用。机器虽然有全功能 FC 啊，支持触碰支付，但是没有钱包应用啊，所以复制门禁、开通交通卡之类的就别想了。此外，这台机器呢也是没有红外的啊。扬声器方面呢，机器的震感比较强，是的啊，我说的是扬声器震感比较强啊。长时间你看视频或者打游戏呢，这手会感觉麻麻的啊，因为是类原生系统嘛，所以除了谷歌的应用之外，没有其他多余的软件，而且重要的是没有广告啊，一股清流打在公屏上。功能方面，ZenTouch 2.0指纹键的功能，我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啊。比如说上下滑动啊，就可以打开或者关闭通知栏，在听音乐的时候可以暂停或者切换歌曲，也可以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实现滑动、刷新等操作。这小屏其实这些功能还好，但是你想一下，如果要是有个大屏，直接在电源键上滑动就可以打开关闭通知栏，对于手小的人来说是不是还挺香的？看视频的时候可以用指纹键快进快退，不过这个功能呢目前只能在油管上用啊，这个爱优腾现在是不支持啊。ZenTouch 2.0呢一次只能开启1个功能啊，不可以实现多功能组合，而且1个功能我们也碰到了一些误触的情况，也可以试一试啊，习惯了再常开。侧背栏呢可以放一些常用的 app 和快速开关啊，像这个在通知栏里控制系统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权限的这个功能应该是属于原生系统里面的，友商呢现在也都已经适配了，系统呢也支持应用双开啊，但是适配应用现在比较少啊，只有微信和微博。界面上面呢，华硕也提供了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使用原生系统的界面啊，还是华硕优化过的这个界面啊，像通知栏啊、音量条啊、这个来电等画面呢都是做过优化的。这个游戏精灵功能啊，很明显是从 LG 那边直接拿过来的，功能很丰富啊，比如说录制红、准星辅助啊、屏蔽通知等等。如果你想要体验全局144赫兹，只需要把所有应用都添加进来就好了。不过啊，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在144赫兹的模式下，它的屏幕会有点偏色，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的问题。影像方面，先说结论，还有点出乎意料。首先，主长广一致性，哦不对，它没有长焦。你可以看到广角相
相比于主摄呢稍微有一些偏白，色彩方面呢算是写实派啊，颜色还原度和细节表现都还不错啊。华硕的 HDR 算法呢还是比较积极的，在这组样张里只有华硕压住了天空的高光啊，并且也比较好的保留了树叶的细节，其他两家的画面都有一些泛白了。这次实话说，在算法上啊，华硕还真有点东西。华硕拍出来紫色花朵啊，有一些泛白啊，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在这组狗尾草的背景虚化上，三家做的也都不错。熟悉的怪兽同学啊，这个环节不用多说啊，苹果肯定是锐化最严重的那一个。华硕的整体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玩觉得是最好的。你看这个玩偶，就会给人一种想 rua 一下的感觉。到了晚上，这组样张你最喜欢哪一个？大家可以先把编号评论弹幕打出来啊！3、2、1揭晓。华硕的观感，我们内部几个小伙伴都觉得是这组中观感最好的，对于灯光的压制，对于色彩的还原都很到位啊。苹果这边祖传规有点明显啊。这组共享单车的样张里面，色彩还原最准确的还是华硕啊，小米有些偏橙啊，这个苹果呢有些偏黄了。这组夜景人像有点意思啊，华硕是这里面最亮的，但是对于旁边这个栅栏的锐化就很严重了，有点像几年前各家厂商主打的那种夜拍效果啊，就是有点偏夜视仪那个风范。这组墙面里则是没有一家能够还原出当时的黄光，那画面都有些偏白了。顺风10的前置镜头这次也不算对付啊，它采用的是 RGBW 技术，在进光量上比传统的 RGB 要更大一些啊，之前一些厂商也使用过啊。在这组暗光自拍里边，苹果的样张不但偏啊，整体涂抹感比较严重，人脸的边缘处理的也不是特别好。这小米的样张会亮一些，整体细节保留不错，而华硕的这张是相对最柔和的。录像方面呢，华硕大肆宣传自家的6轴防抖啊，这个 Hyper 云台 2.0。我们实测了一下，华硕和苹果呢都支持在默认防抖的情况下开启 4K 60帧录制。在下楼梯的这个场景之中，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在跑步的测试过程中，华硕的整体画面呢也是比较亮的，并且画面会在你运动的过程中缓慢裁切，这个就是智能防手震功能，它可以根据手机的晃动程度动态调整防震的画面啊。但是注意啊，它过程中呢这个画面会自动的缩放手机越稳定，画面视野就越宽广，有点相当于智能追焦镜头那意思。我们开启苹果的运动模式和华硕的超级防手震模式啊，对比了一下，它这个防抖效果确实不错啊，但是出现了天空闪烁的问题，还是后续有待优化啊。毕竟它配置摆在这儿就是个766，一开始我们的预期是并不高的啊。日拍比较自然 ，HDR 算法也很积极，夜拍色彩还原也 OK， 录像最高的是支持到8K 24帧啊，防抖算法是尤其值得点赞的。在很多场景呢，这台小机器是可以和 iPhone 掰掰手腕的，能在这么小的机身里边做成这样，我觉得相当可以。把玩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机器在细节设置方面确实还比较用心。就比如说，它直角边为了防止割手，它做了那种特别小的倒角处理，而且处理的是非常精细的。就比如说前面板这个过渡的部分、中间衔接的部分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向内的弧度，这样的话，你不管在哪个角度握持手机的时候，都不会感觉到有那种拉手的感觉。而且大家把极为先进打在公屏上啊，3.5的耳机孔也是保留了啊，这外星科技。扬声器方面呢，它是听筒式的双扬声器，这底部呢有2个开孔，这个机器的手感确实非常好啊。一开始我看参数的时候，觉得它9.4啊，应该是比较厚的，但是呢，它后背的这个背板向内收了一下，然后再结合它处理的非常细节的中框，这个厚度反而会让这个机器更加贴手一些啊。如果它直愣愣的直接削平了的话，尤其是后背的这个耳角就有点顶掌心。小米呢，其实它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处理，就是后背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弧度，既增加了内部的空间，然后握持在手里的时候又不会那么的顶手。它马达方面，我们官网没有看到配置啊，我个人感觉是一个质感没有那么好的 X 轴马达，或者是一个 Z 轴马达啊。当然它肯定不是转子，它这个锁定的声音还挺好听的啊，大家注意听一下。好像是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打了个响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挺像的。这个保护壳我说实话确实是有点丑啊，尤其是配合这个彗星白色，显得有一些廉价。OK， 简单总结一下啊，Zenfone 10在5.92啊，就6寸以下，现在机器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如果你就是一个小屏爱好者，但是要注意，你还得是一个机友的话，我们觉得你是可以尝试体验一下的啊。比如说某海盐市场啊，或者说价格下来了之后，那确实还挺不一样的啊，尤其是系统啊，还就是整机的质感方面，你能感觉到它的这个设计逻辑很多地
地方是和比如小米啊、华为啊这些品牌不太一样的。如果你求方便，或者说就是想买个手机好好用，那这台机器肯定是不推荐的比如说它的价格呀，它的售后还有就是它的购买渠道上面其实都是比较复杂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系统是很接近原生的比如说你已经住惯了那种装修好了的房子，上来给你一个毛坯，你可能确实会不太习惯。如果你想通过某台设备了解一下谷歌系统的话偏原生的这个体验的话，那么这台机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如果大众用户一概不推荐。OK， 方方面面上上下下从里到外基本上都跟大家聊到了这确实是应该你能搜到的最详细的一个这么小众的增风10的一个测评了你们的点赞投币就是支撑我们做这种非常小众机器的动力。博人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